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兹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币圈打滚的心路历程。希望透过分享我的经验，能让大家避免走我曾经走过的弯路。我的目标是帮助每个人都能避免成为市场中的韭菜。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吧。加密货币市场是近几年崛起的热门话题，有些人因此暴富，但更多人却是上了天台。要真正搞懂这个市场，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研究和了解。2013年我第一次听说比特币，当时我在咨询业工作，比特币主要被用于勒索病毒的赎金支付。老实说，那时候我对它的印象并不好，就没有过多关注了。快转到2017年5月，比特币价格开始暴涨，新闻媒体疯狂报道加密货币的兴起，我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当时比特币价值首次突破15000美元，引起了全球关注。我也跟风注册了币安交易所，但还没开始实际交易。2017年12月，我终于决定购买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比特币。说实话，当时觉得拥有比特币是件很酷的事。我在 Macan 平台上花了差不多1个月的薪水，买了价值3万元的比特币和8000元的以太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的是妥妥的韭菜追高，买在了顶点。之后我把币转到币安交易所，开始胡乱买卖一些小币种。结果呢，3年后我再登录币安，发现我买的那些小币早就下架消失了。2020年12月，加密货币市场再次迎来大涨。这时候 ICO 首次代币发行开始盛行，这相当于新的股票上市的 IPO 的概念。我听说有些人受到一些所谓投资老师的影响，买了一堆空气币。虽然我看出这些风险很高，甚至可能是吸金骗局，但我的一位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听信了这些老师的话，甚至贷款去买他们兜售的加密货币。最近新闻报道，这果然被证实是一场诈欺。同年12月23日，我被币安与 Trust Wallet 的空投活动吸引，开始了解热钱包的概念。但我买入后不久就亏损了，甚至转入交易所进行高杠杆合约交易，最终赔掉不少积蓄。2021年2月 NFT 风潮开始崛起，当时马斯克宣布特斯拉支持比特币支付，狗狗币等迷因币大幅上涨，我也跟风买了一些狗狗币，小赚了一点，但是我又忍不住开始玩合约交易，结果杠杆开太大，爆仓亏光了。2021年4月时，我开始注意到不同区块链的区别，比如 ERC20、Try20等。我尝试了不同的交易方式，也开始探索 NFT 市场，但我又盲目买了一些无名的 NFT， 到现在依然没有价值。2021年5月时，为了更方便地用台币购买加密货币，我注册了 ACE 交易所。当时我换了大约32万台币，得到了1万多 USDT。后来我开始接触网格交易，我在 PineX 网上投入了1万 USDT， 但不到半个月，加密货币圈就遭遇了血洗，至少回档40-50%。幸好我没开太多单，只亏了3万多台币，就及时抽身了。2021年9月，比特币再次创下新高，我又忍不住重新入场。这次我天天关注推特上的消息，追踪各大 V 的动态。我还注册了 Bybit 交易所，参与了他们的新币投放 Launchpad 活动。但是我还是抵挡不住 Bybit 的合约交易的诱惑，他们家的交易界面太丝滑了，结果呢，又亏空了3万 U 的本金，大概10万台币。2022年1月，市场进入熊市，美国为了抗通膨开始升息，导致加密货币神坛坠落。我以为价格已经跌到谷底了，从1月到6月，累计投入了至少68万。我以为这是长期投资，没想到是太早去接盘，越接越低。2022年5月，市场波动加剧，我甚至在 Luna 币崩盘时去接盘，想说可以趁机捞一笔便宜货，但那时已经是毁灭性的死亡螺旋了。后来受不了加密货币负面消息不断，我出金剩26万，亏损了42万。2022年8月，我又以为市场已经触底了，我连续几天大笔入金到交易所，投入的资金甚至高达100万。我重仓了一个叫做 Doc 的代币，以及其他我觉得看好的小币。2022年10月19日，我参与测试了新的 Aptos 链钱包，赚到了一些 APT 代币的空投，当时大约值4万台币，这让我产生了错觉，以为只要不断参与新项目测试就能得到意外之财。2022年11月 FTX 事件爆发，市场再次受到重创，但我仍然固执地加码了部分资金。2023年3月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
控告多个加密货币产业公司，市场再度动荡。这次我的亏损更加严重，甚至影响了我的睡眠。我又一次出金休息了。2023年5月，市场似乎有好转迹象，我又忍不住入场做杠杆合约，结果呢，又亏了10%。2023年7月，我又打了6万进去，结果亏了一半。这时我终于意识到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交易韭菜。我决定彻底退出加密货币市场。在这几年里，不管是研究技术分析，还是分批进仓购买现货，又或是量化机器人网格交易，我最终都会被合约交易吸引。合约杠杆没有策略，这真的是会沦为有毒的赌博工具。加密货币本身就是个高杠杆的金融产品，随便一个小币种就能瞬间暴涨暴跌，如果再加上杠杆，风险简直爆表，不是被插针止损的路上，就是扛单不止损爆仓的终点，再多本金也留不住。加密市场的太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与消息影响价格剧烈波动，需要理性投资和足够认知。我曾经以为的抄底，把资产配置在熊市中的加密货币上就是万全之策，但在市场低谷时，恐慌情绪的蔓延非常容易让人崩溃。我深刻体会到了自己风险管理能力的极度不足，而且我的所谓配置根本不是分散风险，只是一场豪赌而已。经过这些惨痛的教训，我决定重新审视，不再直接购买加密货币作为资产，以及不短线操作交易高杠杆合约。我开始重新学习长期投资的理念，现在我更推崇使用 ETF、指数化投资与资产配置。希望我的这些学类经验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如果你对我的故事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。我之后的投资规划会更倾向于被动投资和资产配置，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部影片分享，欢迎点赞订阅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